這種巨型戰略雷達開機峰值功率直接媲美一座數萬人口中小型城鎮的全天耗電量。大家可以腦補一下，一座幾万人的城市，所有路燈、家電、工厂設備同時運轉的耗電量，僅夠這一部雷達開機工作。如果有一天你家的窗簾拉得嚴嚴實實，門也鎖得死死的，你以為誰也不知道你家在幹什麼？結果呢，對面的山頭上站着一個人，不僅知道你家沒有開燈，還知道你什麼時候起床，什麼時候出門，什麼時候點外賣。這個時候你最害怕的是什麼？不是他已經動手，而是他一直在看着你，而你卻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始看的。就在前不久，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術獎重磅揭曉，80多歲的崩德院士一句霸氣宣言，直接炸翻全網。世界上有的雷達，中國都有，8000公里外的一個小東西都能看得到。這句話聽得像吹牛，實則是中國軍工隱忍数十年最硬核、最克制的王者宣言。本期视頻我不做簡单的数据堆砌，我带大家剥掉表面熱度，深挖核心本質，搞懂3个全网沒人講透的終極問題。第一，8000公里探測距離到底是個什麼概念？為什麼說這個數據一出，美俄現役主力雷達直接變相過時，原地失業？第二，全球200多個國家，為什麼唯獨中美俄能造，其餘國家連模仿的資格都沒有？這部雷達的3大核心壁壘到底卡在了哪？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它真正的恐怖之處從來不是看得遠，而是能看穿隱身，篩得精準，聯動殺敵，徹底終結隱身戰機的時代紅利。我是百凡大人大招，歡迎來到老魯村。孫子兵法通篇核心從來不是如何殺敵，而是如何先知、先覺、先站位。古代行軍打仗得斥候千里探路，登高望遠，誰最先看清戰局，摸清敵情，誰就手握勝券。放到現代天空戰爭，戰略預警雷達就是一國國防的千里斥候，9天望眼。首先，我們先破除全網最大的一個認知誤區，也是所有人都踩坑的痛點。很多人以為雷達就是看得越遠越強，單純拼數字大小，大錯特錯。這是最外行的認知。如果只拼探測距離，很多國家堆功率、堆天線也能勉強做到遠距離探測，但那種雷達是瞎子是遠望，看得見模糊光點，分不清是鳥、是雲、是客機還是導彈，更別說追蹤鎖定。真正的頂級戰略預警雷達，核心奧義是8個字：看得夠遠，分得夠清，鎖得夠穩，反應夠快。而中國新一代戰略預警雷達直接把這8個字給拉滿。我們先具象化感受一下8000公里的恐怖覆蓋範圍，給大家一個最直觀的空間概念。如果我們把這部巨型天眼部署在我國東南沿海，它的探測視野會有多誇張？向南全程覆蓋澳大利亞全境，澳洲上空任何升空目標無所遁形；向東直接穿透太平洋腹地，精準覆蓋整個夏威夷群島空域。換句話說，別人在家門口起飛，我們千里之外就能遠程監控，全程追蹤。很多人可能還是沒概念，我直接對標美俄現役天花板，大家一眼就能看懂差距有多離譜。先看美國，號稱全球最強的鋪路爪戰略預警雷達，美國吹噓數十年的護國天眼，紙面最大探測距離僅有5500公里。更打臉的是什麼？是實戰翻車。此前美軍部署在中東卡塔爾的核心鋪路爪雷達，作為美國中東反導體系的核心樞紐，造價昂貴，地位極高。結果在實戰中直接被小型無人機超低空突防偷襲重創。堂堂大國頂級戰略雷達，防得住洲際導彈，防得住高空戰機，偏偏防不住低空的小型無人機，直接癱瘓了美國中東大片預警網絡。這件事狠狠撕下了美國雷達天下第一的偽裝，暴露了美式老牌雷達的致命短板：老舊落後，雜波過濾差，小型目標識別弱，生存能力極低。再看俄羅斯，俄軍主力沃羅涅日系列預警雷達，外界預估極限探測距離也就6000公里，比美國強一點，但依舊被中國8000公里穩壓一頭。而且俄式雷達最大的問題是能耗恐怖，體系老舊，算法落後。老式俄系預警雷達需要專門配套建設專屬發電站才能帶得動，耗電量堪比一座數萬人口的城市，運維成本高到離譜。更關鍵的是，它的目標篩選能力極差，
虛警率高，誤報率高，經常把民航客機識別為來襲目標，實戰容錯率極低。說到這兒，大家就能明白什麼叫全方位碾壓。美國5500公里，俄羅斯6000公里，中國直接幹到8000公里，而且這8000公里不是模糊光點探測，是小型目標精準探測，隱身目標持續鎖定，多目標同步追蹤。也正是因為這具實打實的硬核實力，崩德院士才有底氣說出那句震撼全網的話：8000公里外的一個小東西都能看得到。很多人只羨慕今日的輝煌，卻不知道這份底氣的背後是崩德院士一輩子的隱姓埋名、死磕攻堅，是中國雷達行業數十年的臥薪嘗膽。崩德院士到底有多牛？到底為中國軍工逆襲立下了何等蓋世之功？崩德院士是中國機載多普勒雷達技術奠基人，相控陣雷達主要開創者，天基監視雷達技術先行者。這3個頭銜每一個都足以封神。上世紀70、80年代，中國雷達技術一窮二白，完全被西方卡脖子，核心技術、核心資料全被封鎖，國內相關領域幾乎一片空白。更難的是當時所有前沿雷達技術資料全是英文，深耕俄語體系的崩德院士，零基礎從頭學英語，死磕單詞，硬啃語法，硬生生撬開了西方的技術壁壘。為了研制國產預警雷達，他扎根西北深山戈壁8年，與世隔絕，坐穿冷板凳，在艱苦簡陋的條件下，帶隊攻克10網精密加工、大功率散熱、高電壓絕緣等一系列世界級難題，成功突破50千瓦峰值功率的核心技術瓶頸。他帶隊造出了中国第一部机載脈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第一部大型遠程相控陣預警雷達，硬生生把中國雷達從完全空白、被動挨打，追到跟跑、並跑，最終實現今日的全球領跑、局部壟斷。2026年7月8號，他斬獲2025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個獎項含金量不用我過多赘述了吧？歷屆獲獎者無一不是改寫中國國運的國之脊梁，2彈元勳、核潛艇之父、雜交水稻之父、鋰電之父，個個都是憑一己之力撐起一個行業，護佑一個國家。崩德院士配得上這份最高榮譽，因為他深耕的雷達領域是現代戰爭的制信息權核心。古人講耳目不明，寸步難行。現代戰爭沒有先進雷達就是睜眼瞎、活靶子。再先進的戰機、導彈沒有預警引導，都是廢鐵一堆。經常看大招的節目都能知道，各種預警機、各種戰機都離不開雷達。講到這兒，肯定還有很多觀眾疑惑，不就是一個雷達嗎？堆天線、堆芯片、堆功率就行。為什麼全球200多個國家，唯獨中美俄能造，其餘國家為啥連個門檻都摸不到？告訴大家，這部戰略天眼是現代工業皇冠上最頂級的明珠之一，3重硬核壁壘直接卡死全球99%的國家，每一重都是地獄級難度。第一重壁壘是巨型精密工程壁壘，毫米级極致精度，容不得分毫差錯。大家先感受它的體量，整機高度超30米，相當於10層高樓拔地而起，天線正面直徑超30米，有效探測面積突破800平方米，整套系統加上配套設施，占地数百亩，是名副其實的空天監測巨獸。最恐怖的不是大，是大而密集。它的天線正面上集成了上萬個高精度收發組件，大家对比一下就懂差距。美國鋪路爪雷達僅搭載2000多個收發組件，我們的硬件密度、探測精度、波束切換速度，直接是美式裝備的数倍。最变態的要求是上萬個收發組件，電氣性能、響應速度、發射功率必須高度一致，零誤差協同，普通人根本無法想象的難度。1萬多個零件，只要有一個出現微小偏差，整個雷達的相位信號就會錯亂，探測精度直接歸零，全程誤報漏報。想要實現這種極致統一，必須依靠國產頂尖微波芯片進行全域統一調度，毫秒級精準調控。這種精密製造、芯片調控、相位校準的一體化能力，除了中國，沒有第2個國家能完美落地。這不是簡單的組裝拼接，是完整的工業體系、芯片體系、精密加工體系的綜合碾压。第2重壁壘是地獄級能耗壁壘，小國根本就養不起、玩不動。體量越大，精度越高，意味着能耗越恐怖。這種巨型戰略雷達開機峰值功率直接媲美一座數萬人口中小型城鎮的全天耗電量。大家可以腦補一下，
一座幾萬人的城市，所有路燈、家電、工廠設備同時運轉的耗電量，僅僅夠這一部雷達開機工作。為了保證它全天候戰備值班，不斷電不宕機，必須配備專屬高壓輸電線路、專用變電站、大容量儲能備用系統。很多人不知道，歐洲、日韓很多發達國家不是不想造，是造得起的，但養不起。他們的全國電网承載能力根本扛不住单部雷達的峰值功耗，更沒有配套的電力調控、儲能保障體系。這種級別的國之重器拼到最後，拼的根本不是軍工技術，是完整的大國工業體系、能源體系、基建體系。小國無重器，從來不是一句空話。第三重壁壘也是最核心、最難突破、最容易被忽略的靈魂壁壘——智能算法與目標甄別體系。如果說硬件是雷達的肉身，那算法就是雷達的靈魂。沒有強大算法，再頂級的硬件都是擺設。很多國家造得出大型雷達，卻造不好預警雷達。核心差距就在這兒。萬米高空之上，空域目標紛繁複雜，有民航客機，有貨運飛機，有雲層雜波，有鳥類飛行，有火箭殘骸，有碎片垃圾，當然也有洲際導彈、隱身戰機、巡航導彈這類致命高危目標。普通雷達的短板極其致命，只會看見不會分辨，全部當成光點統一報警，一天誤報上萬次，根本無法篩選成真實威脅，毫無實戰價值。而中國新一代預警雷達搭載了賓德院士團隊深耕數十年的全域智能甄別算法，它可以在毫秒級时間內自動過濾雲層雜波、自然干擾、民用目標，精準區分真假目標，自動識別目標類型、飛行速度、飛行軌跡、威脅等級，對高危目標進行全自動、不間斷、高精度持續鎖定追蹤，波束切換速度達到毫秒級，可同時鎖定數百個空天目標，真正實現了不漏報、不誤報、不瞎報，解決了全球雷達行業數十年的核心痛點。這三重壁壘硬件精度、能源保障、智能算法缺一不可，三者全部攻克，才造就了這部全球獨一檔的8000公里戰略天眼。如果說超遠探測距離是它的常規優勢，那它真正碾壓全球、顛覆戰局的殺手鐧是頂級的全維度反隱身能力。過去幾十年，美國靠着隱身戰機、隱身轟炸機、隱身巡航導彈橫行全球，威懾四方。F-22、F-35、B-2隱身轟炸機、戰斧隱身導彈，憑借隱身性能肆意突破他國防空體系，堪稱現代戰爭的無解殺器。但從中國8000公里戰略天眼成型的這一刻起，全球所有隱身裝備全部失效，徹底跌落神壇。不管是5代隱身戰機，還是隱身戰略轟炸機，不管是低空突防的隱身導彈，還是高空高速的隱身目標，在這部超級雷達面前，隱身塗層徹底失效，隱身外形毫無意義。它可以在數千公里外精準捕捉隱身目標的微弱信號，實時追蹤軌跡，鎖定目標，讓所有來犯之敵無處遁形，無路可逃。更關鍵的是，我們的國防體系從來不是單一裝備單打獨鬥，而是全域聯動、體系作戰。雷達鎖定目標的瞬間，數據即刻同步至全軍作戰系統，歼20、殲35隱身戰機即刻前出攔截。防空導彈系統隨時待命，真正實現千里預警、精準鎖敵、快速反擊。我們不再被動防守，不再近海應戰，而是直接把戰火隔絕於國門千里之外，把威脅扼殺在萌芽之初。古人云：“備御不虞，為國常道。”真正的大國安全，從來不是敵人打過來我們再反擊，而是敵人剛剛起飛、剛異動，我們就已經洞悉一切，嚴陣以待。說到這兒，很多人終於明白，為什麼說這部雷達的問世，直接讓美俄老牌雷達原地失業。美國鋪路爪，距離近，算法老，易被偷襲，沒有反隱身的優勢。俄羅斯沃羅涅日，能耗高，精度差，誤報多，體系落後。唯有中國新一代戰略預警雷達，距離最遠，精度最高，算法最優，反隱身最強，體系最完善，全方位，無死角，領跑全球。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山河無恙，皆因國士公身。世人皆驚嘆中國8000公里天眼的驚天實力，驚嘆我們超限碾壓美俄，終結隱身時代的絕世鋒芒。卻少有人知，這穿透8000里長空的一束束雷達波，是老一輩科研者以青春為炬，以歲月為薪，以初心為刃，在戈壁荒漠熬盡半生光陰，硬生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劈開的通天之路。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一穷二白被西方技術鎖死，到領跑全球獨佔鳌頭；從近海窺望被動防禦，到萬里天眼全域御敵。中國雷達的逆襲沒有神蹟，唯有拼搏；沒有僥倖，唯有堅守。美俄困於舊時代的制稿，而中國立於新時代的潮頭。我們的天眼不只是一台軍工重器，更是華夏大國底氣的象徵，是九州山河安穩的屏障。8000里天眼巡天，護萬里山河無恙。一代代薪火相傳，佑華夏，歲歲長安。我是白愛放大招，点讚關注，下期再見。